这个国家的政府竟然如此对待他们的战士，恨不得他们全都死在战场上。太厉害的没战死的就安排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给人员补给也不给物资，就让人去送死。可先锋队明知道这一点却无可奈何。雷纳也在资料中确认了这个真相，他找到阿涅塔说想阻止他们，却被阿涅塔嘲笑天真。你要怎么阻止呢？是谈判还是把这件事公开？放弃吧，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阿涅塔一边吃小饼干一边嘟嘟囔囔，这副漫不经心的态度惹怒了雷纳，让他不要再用不作为的借口假作恶人了。阿涅塔也被这的话激怒，走到床边指着对面的房子告诉雷纳，那里原本住着他父亲的共同研究者一家，两家也有些交情，但是战争开始后，他们一家人作为86就被驱逐了。阿涅塔和那家的小儿子本是青梅竹马，结果一回审，学校里面已经没有86，他也因为和86做朋友而被霸凌。那个小儿子还什么都不知道，像往常一样来找阿涅塔玩，却把阿涅塔撒气怒骂，你这个肮脏的有色人种。虽然骂完他就后悔了，儿子的父亲在犹豫是否要冒着风险将这家人庇护下来的时候，阿涅塔反对了，他不想因为这种孩子而冒风险。第二天那家人就被带去了强制收容所，阿涅塔只能不断的强调你什么都做不了来安慰自己，可雷纳却一次又一次的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你是可以做些什么的，这只会让阿涅塔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罪恶感被翻出来。他恨恨地看向雷纳，虽然你的行止就像一位圣女，但你也和我是同罪呀。雷纳无话可说，阿涅塔又带他去了父亲曾经的研究室，这里也是知觉同步装置的起源之地。起因是对面那两家的兄弟拥有和母亲心灵相通的能力，阿涅塔的父亲产生了兴趣，就让他们带上各种仪器猜测创立后的母亲在想什么。后来这种可以替代无线通信的新方法被军方得知，命令阿涅塔的父亲不管付出多少牺牲都要将其实用化，最后的成品就是知觉同步装置，是雷纳每天和星爷网恋用的东西。这东西背后究竟沾染了多少86的鲜血？而且实验品全都是孩子。阿涅塔的父亲无法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自杀了。临死前都在后悔没能救下朋友和他的家人，而弃男孩子于不顾的阿涅塔也应当同样背负罪孽。所以阿涅塔将父亲所做的杀孽连同整个研究所一起继承了下来。当然雷纳也是一样的，都怪他多管闲事，让他们多活了一阵子，他们才会被下令赴死。因为雷纳那廉价的圣母心，现在一切都不得不被挑明。事已至此，阿涅塔终于对雷纳说出了心里话，我最讨厌你了，不要再让我看到你。雷纳失魂落魄的从阿涅塔家离开，脑海中回荡的是自己那些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最终怒气冲冲的去找了他的叔叔，请求他撤回对先锋队下达的任务。没想到叔叔竟然说出了86理应被消灭这种话，一个种族想要除他们以外的所有种族绝种，甚至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唯一的原因是战争结束后，如果86们还活着，那他们对86犯下的罪行就会被公之于众，共和国也将颜面尽失，遗臭万年。因为86全军覆没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从未存在过，共和国也就从未犯下过任何罪行。雷纳还想继续争取，但是在这样的国家谈论自由和平等简直就是笑话。他怀抱着虚无缥缈的理想，溺死是他的自由，不过没那个能力就别妄想改变这个世界。最终雷纳还是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他无法接受先锋队的战士们却无比坦然，他们并不是去赴死，而是终于抵达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他们终于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了。雷纳又想劝星爷放下执念，不要再战斗了，也不要再去找他的哥哥，可惜执念之所以成为执念，就是因为放不下。修雷已经成为了牧羊人，不把他消灭，先锋队哪儿都去不了。星爷让雷纳不要再连线过来了，不希望他听见自己哥哥最后的声音。最后星爷告诉雷纳，东国进线之后就听不到军团的声音了，如果有人活下来，或许还能等到援军。牧羊人被击杀后，军团也会陷入短暂的混乱，他们会争取一些时间，希望雷纳能活到那个时候。说完就掐断了连线。星爷他们也在为出发而做准备，粮食、弹药、燃料和维修零件都已经备好，大家却将这个最终任务说成是旅行，对这个生活了4个月的宿舍进行了告别。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时，吃了顿丰盛的早餐，曾经几乎满座的餐厅现在就只剩了他们5个人。吃饱喝足后走出宿舍，外面已经是雨过天晴，机甲被雨水冲洗过，也显得闪闪发光，上面有维修大叔给他们放的小零食。先锋队出发。星爷脖子上的伤痕是小时候被哥哥亲手掐的，那时候父母接连战死，无法接受这些变故的修雷将全部的愤怒和恶意发泄在了星爷身上。事后等他自己上了战场，又后悔无比，所以在变成牧羊人后，他决定亲自把弟弟接回来，让弟弟也舍弃那副脆弱的人类之躯，这样他就可以永远保护他了。作为牧羊人的修雷可以号令附近的所有军团，而星爷看到他们面前乌泱泱一大片也并不惊讶，因为星爷早有预感。就在这时，他们同时
听到了修雷的声音，在歇斯底里地呼唤着星爷的名字。星爷便如他所愿前去赴约，让其他伙伴前往森林深处去。这一次他必须亲手打败哥哥，不然他是无法继续前进的。修雷让军团都去追其他人，毕竟他们兄弟之间容不得人插足，人数和火力的差距让莱登他们几人很快就要支撑不住。万没想到关键时刻雷娜竟然连线过来了，而且一来就为他们带来了迎击炮，甚至不惜冒着失明的危险与莱登共享视觉。反正不管是擅自使用迎击炮还是违反命令或者失明，他都不会死。但是没有迎击炮的莱登他们可就不一样了。雷娜现在明白了，面对不讲道理的共和国，他也没必要遵守规则，我管你让不让，我就用了。有了迎击炮压制敌军增援，莱登他们的压力也大大减小了。星爷则依旧在与哥哥厮杀，根本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他驾驶着破坏神急速冲向牧羊人，在林子里7绕8绕，突然冲出来挥刀划过去，紧接着射出一炮。没想到牧羊人突然变成了液体，不仅拦住了炮弹，还化为几条触手捆住星爷，把他扔了出去。星爷倒地不起，其他人注意到后都担心的不行。雷娜就让可雷娜尽可能的将敌机的位置传过去，而修雷的2只手已经朝星爷伸了过去，打算想帮他把人类的肉体舍弃掉。结果莱登几个全都冲上来，不由分说直接开炮。修雷大怒，你们连星爷都不放过吗？于是他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星爷的机甲，紧接着几发哑弹射到了他的身上。星爷也隐隐约约听到了同伴们和雷娜的声音，可就在他想睁开眼睛的时候，修雷再一次掐住了他的脖子，依旧说全都是他的错。他本来想放弃抵抗的，但是耳边传来了雷娜的吼声：兄长没有原谅你，所以才更需要到位哥哥，不是吗？星爷突然睁开了眼睛，这一次他成功反抗了哥哥，操控着机甲再一次冲了上去，终于在修雷的手触碰到他之前开炮了。永别了哥哥。最后修雷如愿以偿地摸到了弟弟，也达成了最后的夙愿。至此哥哥的脸在星爷脑海中再也不是糊成一片的模样。星爷听着哥哥温柔的声音，在火光中泣不成声，但在那之后他也可以重新启程了。而雷娜这次是找了阿涅塔帮忙，尽管阿涅塔说了再也不想看见他，可他还是找上了门，毫不客气的让他帮自己入侵迎击炮管制系统以及完成直觉同步的设置。一开始阿涅塔自然是不肯帮忙的，然而雷娜说出了他童年玩伴的名字星爷。没错，先锋队的送葬人就是阿涅塔的竹马。阿涅塔已经抛弃了星爷2次，不能再抛弃他第3次了，所以他帮了雷娜。等阿涅塔离开后，先锋队又连线了过来。此时星爷已经平静了许多，大家纷纷感谢了雷娜。不过他们也不会改变最初的计划，还是要继续前进啊。当然现在是他们主动前进。雷娜听了他们的对话，怎么都插不进去，想要挽留，却知道自己留不住他们。他急匆匆地跑去，想要尽量延长这段最后的通话，听他们聊着在那边的所见所闻，直到他们已经来到了共和国观测范围的极限，终于能看到86区之外的世界了。雷娜泣不成声，连告别的话都没能说出口。最后星爷一句我们先走一步了，彻底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连接。雷娜满含不甘的哭喊出声，却无法阻挡先锋队员们继续前进的脚步，他们要奔赴自由。